阿川哥，你醒了。芸娘，昨晚的事不是梦。阿川哥，你就别问了。芸娘，你怎么这么傻？那140两，我爹这辈子哪儿跟张家借过？他张员外是看上我八字合，小期一满，我就得进张家门。我宁可先把身子毁了，也不便宜那狗东西。傻不傻？这哪是反抗，这是往刀口上撞。他能咋办？官府是他的人，府君是他的人，连里长见了他都得点头哈腰。科举这世道眼看要塌，读书救不了他。孝期还剩2月，2月够我熬成张员外不敢直视的人。你要干啥？投军，边军这募兵，杀一个鞑子赏10两，砍够3个给个小旗官当。不行，你一个读书人，连锄头都没拿过，鞑子的刀可不管你识不识字。这双手杀过的人比他们见过的都多，当上小旗官就有官身，见官不用跪还能调兵。到那天，张员外见了我，得先数数自己有几个脑袋。阿川哥，你跟以前不一样了。信我，往后你和柳姨再不会受一点委屈。柳家丫头，员外有话，孝期满就来接人，先给你递个信儿。哟，书上还赖着没走呢。放心，等人过了门，少不了你1碗喜酒。2月，够了。哟，川子，稀客，赵叔，我要投军。你娘知道吗？进屋说。想投哪儿？县衙招乡勇乡少，但好在安稳。我要去边军。边军那是九死一生的地儿。后山那个屯堡兵呢？你说铁林堡，那比普通边军还险，一个堡才10来号人，鞑子来了，连个援军都没有。府军和县衙都跟张员外有交情，只有边军他攀不上。你小子是冲着张员外攀不上边军，才往这火坑里跳。老赵，先来碗水。巡山巡的嗓子都裂了。胡军爷今儿来得早。哎，川子，这位是后山铁林堡的胡务长，正经戍边老兵。这小相公面生啊，哪儿来的？胡军爷，这是村里林家的孩子，平日埋头读书，很少出门。哎，川子，你不正想打听屯堡的事儿？这位是后山铁林堡的胡务长，正经戍边老兵，府兵见了都得绕道走。小相公打听屯北军作甚？回军爷的话，我想投军。想投军？你识字对吧？能写算，会笔录。念念。铁林堡配3眼痛冲2杆，火药15斤。军爷，这是军械清单，机密文书，小生不敢多看。好，懂规矩，每月饷银2两4钱，干不干？听说斩首3级，直接授小旗官，是不是？斩首3级？就你这小身板，读书人，鞑子的挖刀可不认字。军爷教训的是，可我既然投军，就没打算躲后头。胡头，这小子真砍了3个打底，咱是不是得叫他爷？行，你小子砍够3个打底，老子就管你叫爷。伍长，烽火台起烟了。狗日的鞑子，没完没了！明日，老子就在堡里等你。砍不够3个，可别哭着回来。3个鞑子不够。这刀本该是你爹的，他没等到。那年开春，我跟你爹喝着酒打赌，说要断把能传世的好刀。他总说等你娶芸娘那天，这刀怕是还没打完。谁想到一场鞑子来犯，就把俩老哥都带走了。试过能劈断边军的制式刀，可惜太费功夫了，镔铁千锤百炼，这年头难。赵叔，多少银子？不急，等你领了饷再说。赵叔，
刚才胡军爷要的剑簇就是这种。就这事呀，三角铁头，桦木杆，太普通了。达子披皮甲，这玩意儿破不了甲。军器剑的制式能好到哪儿去？一个宝才配200支，射完还得捡回来重用。这是啥？3棱带血槽，入肉旋转撕开伤口，导钩还能带出筋肉。对付披甲的达子，比这破玩意儿管用10倍。这导钩扎进去拔不出来，越挣越烂。年轻那会儿打猎，我就见过这样的伤口。你小子整天在家读的什么书？能打吗？能是能，费功夫，一天最多15枚。那帮我打30枚，先付定金。说了不急，2天后来取。要是你没回来，这账就记你娘头上。谢谢赵叔。达子来了！达子来了！都别慌，听我说。读书人懂个屁，那是狼肉吃线。谁跟我杀达子？去年王家庄30多口，全死在他们手里，你拿啥拼？咱村青壮20多号，几期市售，怕个啥？秀才哥，我跟你去。小南，你疯了！爹，我不想像你一样一辈子被人瞧不起。算我一个。还有我，我也去。走吧，趁他们还没进村。站住！11个人打骑兵，找死！那咋办？把他们引进村里打。引进来？那不是送上门挨砍？达子马快，剑利，在野地咱们没活路，可巷子窄，拐弯多，马腾挪不开。咱们熟门熟路，墙根还能躲箭。可这咋打？分3人一组，专挑拐角动手，撒土迷他们眼，竹竿专扎马腿，马一惊人就摔下来，摔下来的我来补刀。你们的活儿，制造混乱，吸住他们。明白了，就跟咱们围猎打野猪一个理儿。对，记住，能打就打，打不过就跑，别冲动丢命。秀才哥，要是我们……相信我，你爹还在等着看你出息呢。快走！鱼上钩，就看我了。那边站住！还剩3个。秀才哥，救命啊！就等你下马。秀才哥，最后那个要跑。
的那么邪乎啊？那是秀才哥厉害！秀才哥！你这小子，你给咱村招来大祸了呀！祸，这才是祸。达子杀人不是祸，我杀达子倒成祸了，这是什么道理？秀才哥，那领头的身上搜出来的还有这个狼头，这是哪一部的记号？拿给虎长一看就知道了。张小年，你头一个冲出来拦达子，多拿。私藏贼人首级，想屯军功！放屁！人都杀到村口了，等你们来，黄花菜都凉了。骂官，信不信割了你舌头？军爷，我们杀的是达爷，这事不该边军管。哼，少废话！老子只认府兵的规矩，好大的口气！府兵什么规矩？这位军爷误会了，咱们是来……见了将军还不跪下！将军饶命，小人有眼无珠。百战的将，这鞭子一半是打他，一半是敲我们。这些达子谁杀的？回大人，柳树村村民斩达子6名，无一伤亡。无一伤亡？杀6个黑狼部的，自己毫发无损。小子，谎报战鼓是要掉脑袋的。这个被竹竿刺中马腹，坠马补刀。这个黄土迷眼，掉下马补刀。这位我从屋顶跳下来，一刀劈的。好战法。这6个达子是哪几位杀的？站出来让我瞧瞧。6个黑狼部斥候，全是你一人所杀？全靠大伙帮忙，我才能手刃达子。庞大彪，在！军爷找的是这个，这是黑狼部百夫长的牌子。记下来，铁林堡林川率11村民巷战歼敌6起，自身毫发无伤。说吧，你想要什么赏？大人，告示上的赏格够厚了，我就按规矩领，不多要。按规矩领。将军，告示写的杀一达子10两，斩首3子，授小旗官。小旗官，那不成了胡打头的上司了？我看你是块料，入我亲卫营，跟在我身边，如何？大人厚爱，只是这些乡亲为护村拼了命，我一走放心不下。再说我答应了胡务长，明日去铁林堡，只讨个小旗官，守得住乡里，也能替大人分忧。放着亲卫营不去，偏要当个小旗。3日后持着牌子来渭城大营找我，给你个小旗官。将军的腰牌，这小子走大运了。拜见旗官老爷。老叔，印信没到，我还是村里的林川，现在拿官司压人，跟刚才那帮府兵有啥两样？都听见没？咱柳树村出旗官了。旗官比县老爷大吗？管着11个军户，见着县太爷都不用跪。林琴，叫林大哥。这是啥？西龙卫。这美军16位，西龙卫是最精锐的铁骑，铁林堡在他下面，连看大门的都算不上。那刚才那将军是谁？10有8九是大名鼎鼎的铁鞭陈将军。哪儿来的？达子来借村，我们杀他。都愣着干啥？把东西搬军械库！你们几个回吧。这是我们的军功，按律当赏。招我的是胡务长，拿胡大头压老子，今日就是他亲自来，这东西也得充公。再啰嗦，按奸细论处，给我砍了！看看这是什么？
贪墨军功，滥杀无辜，我看你有几个脑袋！假的，定是伪造的，给我杀了他！张麻子，动我的人试试！胡大头，你勾结奸细！哼，奸细，这是我昨日招募的人，怎么就成了奸细？他杀了老三，他杀人交军法队，可你贪墨军功，厮杀硬木，也得交军法队。就凭他一个没军籍的书生，也能杀6个打贼？铁林，头儿死了，绑了，送军法队。禀将军，张武长贪墨军功，谋害临川，被临川反杀。刚投云就杀上官，临川，你胆子不小啊！回将军，张武长该杀。其一，他想私吞柳树沟6颗鞑子首级，贪墨军功；其二，他下令砍我们3个，差点要了我们的命，滥杀同胞；其三，昨日狼烟一起，他按兵不动，消极待战。属下是新兵，可属下也懂，这种败类不杀，边军跟土匪有啥两样？谁还肯替百姓守土，替朝廷卖命？好，说得好，你们几个也搭了手。都是张麻子逼的，将军饶命啊！传令，张麻子枭首示众3日，亲信发配苦役营。至于你，临川，擢升铁林堡总超，铁林堡升戍卫所。不过，兵员你自己募。属下必不负将军所托。将军，刚投军就杀上官，这么重赏？胡大勇，你那罚期到了没？回将军，还有半年。那就接着当武长，正好去给林总各打下手。遵命。林总旗，本将等着看你的兵。这些都是你整的？我以前在将军手下当过几年亲卫，1年半前贪杯误事，被罚当2年武长。堡里现在几个人？算上你7个。300亩地，咋没人种？去年春耕，鞑子游骑突袭，当场杀了7个种地的，抢走4头不牛。自那以后，没人敢去。种地的没人敢，是因为杀鞑子的没人敢。明日就招人，战兵30，府兵50。50？按规制只能招20啊！20府兵怎么肯300亩荒？想给足了，一个人能干2、3个人的活。头儿，独眼龙想跟空降的总旗比划比划。行啊，正好跟大伙儿熟熟。小的王黑虎，请总旗指点。左眼受过伤，盲点在左。总旗就拿根烧火棍。这是匕首。一尺木棍打木刀，总旗你逗我们吗？开始！就会躲。使诈算什么本事？6个鞑子我就是这么杀的，战场上活下来的才是赢家。沙子、石头、牙齿，能杀敌的都是好东西。再来，别耍花样！
战场上，敌人不会给你第二次机会，服不服？小的服了。停！你们就这么打狼人骑兵？这一下，这一下，还有这一下，你们已经死了3回。骑兵最怕啥？怕这个，沟壑陷坑，草堆绊马索。马再快，遇上他们都得慢下来。我懂了，挖坑埋奇力，装逃引他们追，等钻进圈子，咱从背后捅他腚眼儿。对喽，这就是那天我们杀6个妲己的法子。林总旗，将军赏，斩首5级，赏银50两；百夫长首级，再加50两，共100营。谢将军。2月后边军大考，铁林堡必须到。胡大头，将军让我带句话：你个狗日的再敢偷喝老子的女儿红，老子剁了你裤裆里那2两肉！将军明鉴，就上回小的实在没忍住。想喝？等咱杀够20个鞑子，我亲自去讨将军的庆功酒。战兵月饷2两，斩首1级赏银10两，立功全家免赋3年，府兵月饷6到8钱，包吃住。林大哥，我跟你走。还有我。不，川子，林总旗，你这铺子要打3棱剑，我这把老骨头给你帮工。娘，儿子当了总持，这50两您拿着。你能平平安安，娘就知足。老夫人收着，咱总归往后还得娶媳妇呢。铁柱，小妞，那天说过，杀鞑子的赏银人人有份，这20两分了。林大哥，这太多了。这才到哪儿？跟着我，往后还有的是。川子，林总旗，你要的剑簇赶出来了。好手艺，这道刺够鞑子喝一壶。二狗，试一只。我的老天爷，入木3寸，方面比咱的剑大1倍不止。这扎鞑子身上，保管叫他肠穿肚烂。总旗，封烟。他娘的，东边王家屯和李家局，分头分看。叫。抢了，绑走7、8个女人，还牵走了牲口啊！不到半个时辰，往哪儿去了？黑松林，6个都骑着马追！天都黑了，鞑子有马，咱才5个人。就是要天黑，带着女人和牲口，他们准在山里过夜。林大哥，算我一个。还有我。怂了，才6个鞑子。跟着总旗杀鞑子，赚军功。不对，这不是黑狼部的装束，是苍狼部斥候。小谷精锐进来惯了，从没遇过像样的抵抗。
宗奇，要不现在就……再等等，等他们喝得再醉些，现在动手，惊动全营。胡武长带人绕西面，听我哨声就放箭。铁柱小年摸到东边南面，哨声一响，喊杀冲锋。我摸进帐篷，找机会。让主官射线，这不行。你们有把握摸进去不被发现吗？那不就得了？哨声一响，里应外合。怎么回事？别人营主将带亲兵，你倒好，就带个背剑囊的毛小子。回将军，二狗见准，有刺客，他100步外就能射穿对方喉咙。摸到你身边呢，那就是属下自己的火。你对自己的身手这么有底气？不是底气，脑袋长自己脖子上，总得学会自己护着。靠别人的刀，不如靠自己的手稳当。一个人的刀总不如一群兄弟的刀稳妥。将军是教属下带兵，聚是一团火，散是满天星。聚是一团火，散是满天星。哈哈哈哈哈！他娘的，比那些酸文人的兵法管用。百户息怒，总护定的规矩，站桩雷打不动，谁来都不许收桩。这是哪派的功夫？属下自己琢磨的。小时候见过饿3天的狼蹲守猎物，虫子爬进耳朵，都一动不动。那不是傻等，是养劲。等猎物走近，一口咬断喉咙的狠劲，站得住才等得到机会，等得到机会才杀得死鞑子。用皮甲做靶，你倒奢侈。皮甲才试得出剑好不好？将军既来了，不妨试试。让这小子射。你能拉几式弓？回将军，1上3弹。再加一层甲，试试。好，这力道，换鞑子的射雕手也未必有。将军的弓，小的开不了。开不了就练，3个月后老子再来，能开这张弓，赏你10斤狼金，100支3棱剑。还不谢将军，小的必不辱命。说吧，你把老子引来，又留老子看了半个时辰剑靶，到底想捣什么鬼？这是渭城军械处的剑，耗铁3两。这支铁灵宝打的，耗铁减半，能穿1层甲。这支30剑，生铁矿打的，破2层，还更便宜。你是说，铁灵宝能仿制军械处的剑？不是仿造，是改良，让铁灵宝开炉，成本压到渭城3成，每月至少出800支。800枚，抵得上渭城半个军械处了。只有一桩难处，铁灵宝缺铁。后山有个矿洞，可惜是张员外的私产。就是给王户部送过寿礼的那个张员外。你和那张员外有过节？那张远山伪造借据，要抢属下还没过门的媳妇。属下入了边军，将军就是属下的靠山，有了靠山，就不想再被人欺负。你胆子不小啊！不要你3成，2成，剩下8成全打成箭，每月送渭城500支。按军械处4成价算，敢偷工减料，老子扒了你的皮！多谢将军。那张员外那边，庞大彪，明日带人上门，就说老子要在矿洞旁修烽火台，让他滚远点。等你把剑送到渭城，老子给你请个军械副使的虚职，气死王阔部那帮酸文人。宗奇，你拿3棱剑当饵，
尹将军替你夺矿出气，这步棋胆子是真大。这才落下头一颗子儿。军爷，我们老爷是辅军张参将的表叔父，您可别大水冲了龙王庙。张参将的表叔父，我一个跑腿的小卒可不认得什么参将。将军要的矿，你有本事去渭城找陈将军理论。算你们狠，我们走。宋琦，这么多矿，够打多少箭啊？这步棋才落第一颗子儿。你是张员外，渭城亲卫营庞百户奉陈将军令，山上那片矿洞归边军了。军爷跑一趟不容易，一点心意。收你银子是给你面子，矿洞是将军要的，两码事儿。张参将是小人的表侄。然后呢？要提参将，你自己去渭城大营，当面跟陈将军提。老子要的不是你的铁，是你的矿洞。明日申时前，矿石给老子堆成山，少一块就把你扔矿洞里当活人装。宋琦，这画的啥？我咋一点也看不懂？算学1、2、3，笔画横杠省事，月产生铁4000斤，全打成箭，能卖1600两。600两。想学？明天卯时3刻来铺子找我，学会算学，再教你格物、火药。师傅，我这就去训练。这些要害处缝上牛皮，再钉一层熟铁打的铁鳞。总校，铁鳞甲那是将军亲卫才配穿的，太费料了。废！你们要能练成以一当十的精兵，穿全套铁鳞，谁敢说半个字？消流炭，配比全错了。这玩意儿扔石头都比它管用，得重新配。师傅，这都10系了，石头一动没动，该不会引信灭了吧？这平地咋突然多了个坑？我操啊！不到1斤的药，炸这么深，5斤的够把鞑子骑兵掀上天。消7留2碳1，成了。都散了，看见的烂在肚子里，漏一个字。是。凿一批石球，中间掏空，能装5斤沙。洞口要严，漏不得半点火星。总旗，掏空了石头薄，一凿就裂呀。这玩意儿凿来干啥使？湿牛皮裹着凿，边凿边浇水，实在不行就凿成方的，4棱8角更好藏。从今儿起，这事烂肚子里，漏半个字儿，砍脑袋。师傅，这石球到底做啥的？石头雷，火药塞进去，引一根半线，人一半，连人带马全炸了。连人带马？引线好改，棉线里多掺磷粉，芦苇管套上防勺。麻烦的是点火，这年头只能靠人凑上去点，半发能凑合，可要真做成路上一踩就炸的，得有瞬发的火，火柴一时半会儿弄不出。
这装置得找赵叔一块琢磨。总旗，这腿法俺学会了，专扫马腿，对吧？总旗，这么一条，射得远了10来步。脑子活。你们5个猎户出身的，出列。斥候挑人就4条，眼要尖，身要轻，鼻要灵，脑要活。这5个跟我探山。探山？总之这是又要憋什么大招？真是天堂有路你不走，地狱无门。地狱无门，偏后来。你怎么会？怎么成了铁灵堡总旗？铁灵堡一个破烽燧，按军制只有2个伍，哪儿来的总旗？这位刘总旗有所不知，铁灵堡上月升了数位所，按制驻1个总旗。巧了，就我。你不是说只有2个伍？府军的兵敢在边军地盘上撒野，来人，列阵！林总强，这里头是不是有误会？这矿洞本是张员外的产业。今日你们是奉府军的令，还是收了张员外的银子？边军跟鞑子血战，缺铁，陈将军亲口让我争这矿，怎么？刘总是有意见？不敢，原来是陈大将军的意思，误会全是误会。最好是误会，不然刀枪无眼，伤了和气。对，伤和气，我们这就走。大人，张员外那边。闭嘴！这帮孙子来者不善呐！我倒要看看张员外还能使出什么招。废物！刘总师就这么退了？员外息怒，府军这条路走不通，咱还有另一条路。什么意思？直说。青阳山员外养的那帮人不还在吗？你是说，让袁老三他们动手？非也。青阳山地势险要，咱们的地界，要是边军进山剿匪，折个20-30人在里头，也是常事。引蛇出洞。好，来，得给林总旗备份厚礼了。林总长投军头1天就连升3级，陈将军这么器重你，往后哪只是百夫长？无事献殷勤，这顿饭吃不安呢。小女燕秋，年方28，琴棋书画都通些，总究婚配了没？见过总旗。县尊，我一个粗人，怕是吓着小姐了。先父临终给我定过一门亲，这事不敢负。其实呢，本县有桩烦心事，想请总星帮个忙。县尊请讲。青阳山闹匪，连官粮都敢劫，总旗替全县百姓除了这祸害，如何？青阳山那么远，县尊为何不派乡勇？派过了。上月30个乡勇进山，连1线田都没过去，全折了。官粮在你衙门丢的，乡勇又是你派的，这匪怕是有名堂。县尊，不是林某推脱，剿匪是好事，可铁林堡70来号人，吃饭穿衣全得自己刨，这一进山，刀枪剑矢伤亡府地，都是窟窿啊。总级的意思是，20个战兵进山，至少得备半月口粮，
2000斤粮，县尊总该出吧？2000斤，可以。光粮不顶用，弟兄们卖命得见点荤脏，再添2头猪。行。还有，进山9死1生，万一有弟兄回不来，他爹娘老婆孩子谁管？这赏银50两。县尊，50两不够埋人的。300两，先取粮草，后动刀兵。粮和银到了堡里，林某当天就发兵。成。总旗，留步！我想问，你说的那鞑子，当真那么厉害？小姐深夜追出来，就为问这个。青阳山山高路险，2条道都窄，独轮车都进不去。总旗进山，务必小心，别中了埋伏。关良在他爹手里，他却来给我提埋伏，这匪有猫腻。林大哥，摸清了，那山上的匪统共才40来个。说细点。怪得很，那帮人深居简出，从不下山劫掠。村里人都说没见过鞑子抢东西，倒是常见鞑子的车队往山里钻。关良被劫是假，知县通匪走私是真。张员外借剿匪的名头，把我们引进山，借刀灭口。我说呢，这宴摆的也太热乎了。还有这个，我们半道劫了个传信的骑手，搜出来的。想让我钻进去，那就陪他们玩个大的。想活，说，卯时谁在一线山等我们？是张员外的人，一线天埋了30个弓手。关良呢？说是被你们劫了。关良根本没劫，全堆在鹰嘴村王里长院里，明晚要跟鞑子换货。好啊，关良没丢，是这帮王八蛋自己藏起来了。你们这寨子主事的是谁？秦知县？不是知县，是张员外。知县就管签个剿匪的状子，山上的人跟鞑子的线全是张员外一手攥着。我说呢，知县那顿饭不过是替人递刀。5人一组，盾在前，刀枪跟上。记住，不许散，跟着鼓点走。上！哪儿来的兵？接阵！接他娘的阵啊！别玩了，这阵鞑子来了都得在。总校40多个，咱一个没折。这阵法，我服了。往后您说咋打就咋打。关良换军械，血狼部街头暗号，分赃名册，连鞑子贵寿要买边军首席的价都记上了。张员外，你这家底够抄你3回了。总帅，证据到手了，咱这就回去拿张员外。抓他太便宜了。
放着张廊外不动，老子要干一票更大的。别动！宗七大人，我是被逼的。活人10个，这笔账你认不认？3月17，大车10辆；5月23，活人10个。人呢？那10个妇人是要往北边送的，达子那边点名要。明晚跟达子换货，我亲自盯着。你呢，给我办件小事。爷，您说，1天之内，把附近几个村子的耗子药全给我买回来，1包都不许少。办成了，你这条命留着；办砸了，师傅，这玩意儿真往官粮里办？办。30车粮，一粒都别落下。账本上写的明白，这粮是给血狼部贵州送的。那咱直接烧了不就完了？费这劲干啥？烧了，张员外赔点粮；毒了，达子贵州一口一个岛。这2车上等米，单交一遍。达子的头头脑脑，专挑好的吃。狠，师傅你是真狠。不是我狠，是他们抢咱村女人往北送的时候，没手软过。对，毒死他狗日的！首领爷，20多具边军的尸体，甲也给您备齐了，您验。看什么粮？装车，走！货不错，下回还要。谢首领爷，恭送首领爷。200两金子，折银也有2600。师傅，连着金子再加矿洞，这一趟尽销3925两。林总召，听说您剿了青阳山，可有什么收获禀报？斩获，一座空寨子，破破烂烂的。哦，光顾着烧寨子，手机都忘了看，回头还得挨将军一顿骂。铁灵堡的总旗活着回来了。空寨子，我那30车官粮呢？活人10个呢？货全没了，1车都没了。留下那丫头的校旗，不等了，明日就抢过来冲洗。老爷，青阳山的人全没了。你说什么？袁老三那20多号弟兄呢？寨子烧空了，地上1具尸多都没找到。老爷，铁林堡那边传话，剿匪零伤亡，1个兵都没死。血狼部出事了，送去的那批贵族吃了粮七窍流血，死了好几百。我通敌的粮成了催命的符。好，血狼部炸营了。将军，达子自己乱了毒粮，部里乱成一锅粥。传令，赵铁营带1000骑连夜追，鹰嘴峡设伏。将军，
三岔河口劫了血狼溃军300余骑，角马100匹，咱们伤亡不到50。将军，这是俺们总矬的剿匪文书，假扮匪人往官粮里下毒，转手卖给鞑子。好个临川，一车毒粮抵老子1000铁骑。重赏30套亲卫甲，100斤盐10车米给铁林堡送去。再传一句，大考前5，赏100户，许他自建一营。白米，咱府兵也能吃上白米饭了。祖强，这日子神仙也不换。刘勾碎挂红灯笼了。柳沟碎离柳树村最近，备马，柳树村的战兵，跟我走。芸娘，撑住！守什么笑？老子今天就把你抬回去！别打了，我跟你们走，放过他们，求你了！阿川哥，手松开！你算什么东西？府军张参将是我表哥，给我上！杀一个边军，上100两！敢抢我的女人，就是找死！饶命！饶命啊！没事了。边军家眷被强抢，我要告张家光天化日抢人。君爷息怒，刘家欠我140两银子，丫头是抵债的，有借记为证。剿匪赏银200两，债我替他还了。再看这个，12年前盖了官印的婚书，柳芸娘是我临川卫过门的妻子。持军械袭杀边军，斩！当堂行刺命官，诛9族。秦知县，你判还是我替你判？来人，将张使人押交边军大手收押。令郎进了边军大牢，能见到血狼部的探子。张家公子是府军参将的亲戚，兵部尚书的门生，你一个小小总旗，扣人不放，反咬一口诬陷。边军的规矩，也轮得到你这种泥腿子拿捏？抬进来。强抢边军家眷，带的就是这些。张参将，要不要认认哪把是你府军军械库的？38户村民画押，里长被打断了派骨，2个老汉至今下不了床。这些刁民的话烟，岂能当正？王户部是说，边军镇行司的卷宗不算数。张参将，一个5品参将，谁给你的胆子跑老子边军大营来讨人情？陈将军，下官只是滚一边去！持械袭杀边军是死罪，可死罪需上奏朝廷，从长计议。死罪奏朝廷，那便奏。但他持械那只右手，边军军法当场就能砍。不，将军饶命！收监候审，谁再来讨人情，连他一起收。张家凑的2000两赎人银，将军让我带句话，张家不会善罢甘休，你小心点。官兵一个锅里捞屎。好兄弟，从今往后你就是我大彪的亲弟弟。东路，鞑子100人队来犯。终于有大雨了！打狗行动，备战！这哪是屯堡兵？鞑子的皮甲挡得住剑，挡不住这玩意儿。来了，100来号人，还拉着5辆大车。
这哪是结村，是搬家。师傅，这帮孙子嘴里嚷嚷啥呢？抄的是张员外的庄子。啊，张老狗自己的人。达子嫌他给的粮里掺了毒，回头来抄家泄愤，割了俩管事的耳朵，断了一只手，开口要10万两。活该，喂达子的狗反被达子咬。达子给咱们送礼来了，等他们全进谷再关门。护住车，别伤了人！百夫长的脑袋，老子砍下来了！103个首级，你们这边仨弟兄擦破点皮，旁的毫发无伤。老子征战半辈子，没见过这么干净的仗。战功记你亲卫营头上，报给军公司。王户部那关好过。那这5车，张家的归我，你出力，我出银子，谁也不亏。府兵每人5两，二狗砍了百夫长90两。走起有肉吃有银呐！这点银子才哪到哪儿？达子骑射，平原上就是活靶子，得有人能空手卸了他们的剑。师傅，空手接剑，那是说书里的活神仙吧？老子练了20年，也就多使2把子力气。盯死张家的探子回来没有？还没。咦，王铁柱回来了。都说大师，达子找上张员外了。说清楚。苍狼部派人下了话，5天，张老狗得凑10万两，凑不齐，血洗满门。10万两，老天爷，他张家有这么多！达子粮里掺毒，害的是咱们边境的村子。这笔账是张老狗资敌惹出来的。那咱管吗？资敌的财就是军资，盯死他张家所有铺子车马，他往外搬1两银子，咱就劫1两。好，这叫劫富济，济咱铁灵堡。老爷，东西2堂全毁了，连库房带货折进去2万多两。10万两，还差着将近1万。铺子，城西米行、城南布庄全押出去。老爷，小翠让铁灵堡那姓林的扣下了，说是您逼他爹卖女抵债。林川，处处跟老子作对。去青阳山找黑风寨大当家，就说杀林川，老子出双倍的价钱。好快！这是人是鬼啊！你到底是谁派来的？松手！再不松手，你这登徒子！我不是，你别动。这剑，你是不松是吧？小妮儿，接住！接住了！你这一脚能把胡大壮蹬飞，我这胳膊算是废了。要杀要剐，痛快点！小翠，你出来，当着大伙说，你爹卖你抵债是谁逼的？是张员外，他伪造借据，20两逼成140，是总旗把我留下护着我的。姑娘，你听差了吧？总旗杀达子，救了王家屯1村人，抢小妾，
总旗连俺们的羊都还回来了。谁知道是不是你们串通好的？你瞅瞅我，像是抢人小妾的人吗？姐姐，你是那姓张的骗了。这身手，师傅，这不就是你天天念叨的能空手卸剑的高手吗？